我哋先幻想一下以下嘅情況：今日你突然間發現，一直好熱心幫你打理花園嘅呢個朋友咧，原來一直都偷偷地咁樣咧偷走咗你屋企咧你自己培植好精心培植嘅稀有植物，仲攞去俾其他朋友睇咧，話呢啲係佢種嘅。就喺同一日，你喺公園嗰度見到你呢位咧經常同你一齊放狗嘅鄰居，聽到佢正喺度同緊其他嘅狗主人講緊你隻狗好曳，仲曾經咬傷過佢隻狗添。當時嘅你面對朋友嘅背叛、鄰居嘅傷害，你嘅心情會點呢？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V，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書，書名叫做《遇見未知的自己》。書裏面咧係用一位遭遇到好大打擊嘅女性為主角，通過佢同一位智者嘅對話，逐漸就揭示咗人類內心嘅心靈力量。書中嘅主角咧覺得佢嘅人生咧就面臨緊天崩地裂嘅時候，佢就遇到智者。喺接受呢個智者嘅指點之後咧，佢就一步一步咁從呢啲問題學會咗點樣去唔被情緒牽住走，而係用智慧去處理同解決呢啲問題，並且從中就睇到自己所需要負嘅責任。為自己負責，講嘅係為自己嘅情緒負責。為自己嘅情緒負責呢個好處就係能夠令到你嘅內心越嚟越強大。你一定覺得好奇怪啦，朋友背叛、被人中傷，我哋有咩需要負責呢？呢啲事情都唔係你做嘅，你先係受害者啊嘛，唔係咩？智者話，呢個世界有3件事：你嘅事、別人嘅事同埋老天嘅事。朋友同鄰居嘅每個行為同埋決定咧，屬於別人嘅事。因為係別人嘅事，我哋根本就冇辦法控制啦，冇辦法去掌握人哋嘅思想同埋行為。另外，亦有好多事係屬於老天爺嘅事㗎，譬如天災啦、病菌啦、病毒啦，呢啲都係我哋冇辦法控制嘅。就算我哋對住個天發脾氣，對住個天抱怨，都改變唔到乜嘢。咁樣，乜嘢事先係我哋自己嘅事呢？就係面對發生咗嘅事嘅時候所產生嘅情緒反應。對於我哋冇辦法控制嘅事，我哋應該點樣做呢？智者話，最好嘅辦法就係令到自己對已經發生咗嘅事情臣服。臣服嘅意思咧，即係接受現實，唔好浪費氣力去抗爭，亦都唔好因為呢啲抗爭咧而令到自己疲累。接受呢啲情緒嘅申訴，你愛過、喊過、痛過、體驗過之後咧，就放低佢啦。咁樣一嚟，我哋就唔會被呢啲負面情緒牽住走。當你決定臣服喺已經發生嘅事情上面咧，反而能夠專注喺一啲自己能夠做啦、自己能夠控制嘅事情上面，從而揾到更好嘅出路。我哋每個人身上嘅負面情緒咧，都其實係源於我哋嘅思想。例如，你會因為鄰居一直喺背後講你嘅壞話而感到痛苦，感到好嬲。但係其實令到你好嬲同痛苦嘅唔係講壞話本身，而係你對呢件事嘅諗法。換句話講，你嘅思想先至係導致你痛苦嘅關鍵。
無論係朋友同鄰居嘅背叛，呢啲都已經係發生咗嘅事實啦，係你無法改變嘅事情。舉多個例子啊，今日你返屋企嘅時候咧，撞見鄰居，好熱情咁同佢打招呼啦，但係對方咧木口木面咧係咁以咧嗨返你一句咧，就即刻掉頭走啦。你就可能會諗，咦，係咪放狗嗰個鄰居咧，又唔知講咗你乜嘢啦？於是咧，你就好唔開心啦。下次再見到呢位鄰居嘅時候咧，你都唔再打招呼啦。同樣嘅事發生喺另外一個人身上，呢個人可能認為啊，對方一定係有急事啦，所以先至咁樣嘅表現嘅啫，而唔會引發太多嘅負面情緒。呢一件事對呢一個人呢，只係水過鴨背，佢好快就唔記得咗啦。再換另外一個人啦，可能佢以為咧鄰居啱啱唔知做咗啲乜嘢唔見得光嘅事，所以咧就急急腳咁走。於是咧佢就加鹽加醋咁樣當成係一個八卦嘅事咧，同周圍嘅鄰居去分享，去八卦呢件事。其實事實上咧，只係因為呢一個鄰居咧當時肚痛，佢就急住要返屋企去廁所，所以面色又唔係幾好啦，同埋咧急急腳就要返屋企。我哋每一個人咧嘅思想都帶有一啲能量嘅，而偏偏我哋就好習慣胡思亂想。同樣嘅一件事，因為每個人嘅諗法唔一樣，導致個結果都唔一樣，而且咧衍生出嚟嘅煩惱亦都唔一樣。如果你唔希望自己再繼續痛苦落去咧，你要做嘅唔係企圖去改變事實，而係改變自己嘅諗法。呢一個正正就係講點解我哋要自己喺呢啲事上面需要負責任啦。你本身需要負起一定嘅責任，因為你必須為自己嘅諗法同埋情緒負責。你可能會諗，點解每個人對同一件事發生所擁有嘅反應會咁唔同嘅呢？呢度咧就牽涉咗我哋每個人內心隱藏嘅小我同埋潛意識啦。小我同潛意識咧，都係被過去嘅經歷啦，甚至喺出生之前咧，喺媽媽嘅肚裏面嘅記憶所衍生出嚟嘅。所以如果我哋從來唔訓練自己個心，我哋咧就個情緒就會好似搖搖板咁樣啊，搖搖板咁樣咧，一陣間又好開心，一陣間又好唔開心，有陣時咧仲會感到莫名其妙嘅低落。事實上，呢件事發生係無可改變嘅啦，係客觀存在嘅。但係我對呢件事嘅諗法係可以改變嘅。呢個係一個主觀嘅選擇。換句話講咧，令到我哋痛苦嘅並唔係嗰件事嘅本身，而係我哋對於呢件事嘅諗法、睇法同埋判斷。每個人對同一件事情嘅解讀唔同咧，就會產生好多唔同嘅情緒反應。你需要嘅並唔係改變呢啲已經發生咗嘅事，而係改變自己嘅思想，重新調整自己解讀嘅方式。所以朋友們，外界嘅事我哋係冇辦法控制嘅，但有一件事你係可以完全掌握嘅，就係你自己啦。呢個係點解智者認為你需要為你自己情緒負責，因為你嘅情緒其實係嚟自你嘅思想。作者話俾我哋聽，如果我哋唔希望呢啲情緒飄忽不定，我哋一定要走進自己嘅內心，去培養覺察。
覺察呢個功夫咧，可以幫助我哋同我哋嘅真我更加靠近。真我嘅特質咧，就包括平靜啦、喜悅同埋愛。而呢啲特質都係嚟自我哋內心深處嘅。每個人都有呢啲特質，但係小我咧就會令到我哋習慣咗向外索取。例如，職場就係每一個小我同每一個小我喺度互相廝殺嘅地方。當我哋嘅小我日益強大嘅時候咧，就代表咗我哋嘅真我越嚟越弱嘅。因為我哋只係想通過喺外在去尋找、去獲得安全感啦、認同感啦，或者係身份認同。我哋真正其實想要嘅、想獲得嘅係喜悅同埋愛，而呢啲咧早早就喺我哋嘅內心深處㗎喇，只係我哋唔願意或者係唔懂得點樣去返我哋內心嗰度尋找。有啲人細個嘅時候咧，經歷被父母拋棄嘅痛苦啦，呢啲痛苦咧嘅感受，即使去到中年咧，仍然都會令到你好驚俾人拋棄嘅。智者話：凡係你好抗拒嘅，都會持續。你越係排斥或者驚啲乜嘢咧，呢種情緒咧，因為深植喺咗你嘅內心。所以類似嘅事情咧就會不斷發生，大家可能都會有咁嘅經驗啦。所以咧，我哋學會接受自己嘅情緒，並且臣服於每一件發生咗嘅事實，我哋先至可以真正解脫。呢個咧唔代表我哋唔在乎嘅，而係我哋選擇咧唔再用同呢啲事情對抗，從而咧將個注意力咧放返喺自己能夠掌握、能夠控制嘅事情上面。我哋一直往外去揾我哋想要嘅嘢，表面上咧睇起嚟好容易得到嘅，但係實際上咧越係揾，我哋越係揾唔到。原因就係我哋搞錯咗地方咯。智者認為一啲競爭性嘅運動，例如羽毛球啊、乒乓波啊呢啲啦，就好似小我同小我喺度對抗。最好咧就係能夠進行一啲可以令自己同自己好好相處嘅運動，仔細去感受自己身體嘅每個細胞、每個呼吸，同自己嘅身體產生連結。我哋每個人嘅內心咧都隱藏住小我嘅聲音。如果我哋唔去訓練咧，並且覺察佢內在嘅聲音咧，我哋就好容易俾佢影響到我哋嘅情緒，使到我哋嘅情緒咧起伏不定。智者話：如果我哋唔希望外在嘅人事物影響到我哋，我哋就必須要學會同自己嘅真我連結。小我咧指嘅就係我哋喺生活中習慣扮演嘅角色，呈現出嚟嘅形象，通常咧都係受到社會期望啦，同埋他人嘅眼光影響嘅。佢係為咗適應環境而建立起嚟嘅一個自我，往往咧就比較實際啦、理性啦嘅特質嘅。而真我咧就係我哋內心真實嘅本質同埋渴望，佢往往咧就會被隱藏咗喺小我下面，包含咗我哋最真實嘅情感啦、內在嘅創造力啦、夢想啦。真我係我哋最原始、最本質、最真實嘅一面。當我哋習慣向外攝取、索求嘅時候咧，譬如透過職場嘅競爭嚟到獲得認同感啦，或者係外在嘅物質嚟到尋求安全感啦，
或者透過同人哋比較尋求存在感啦。其實呢啲咧都係用錯方法。真正嘅安全感唔係嚟自外在嘅滿足，而係來自內心嘅覺察同埋連結。當我哋嘅小我逐漸強大嘅時候咧，令到我哋嘅生活就會充滿咗痛苦同埋不安。智者話，小我好鍾意比較，好鍾意咧將幸福寄託喺外在條件上面。小我會認為，如果我升職咧，我就會快樂啦；如果我擁有好多錢咧，我就會幸福啦；如果我有好多朋友咧，就代表我好可愛啦。但係事實上咧，呢啲外在嘅條件係冇辦法真正帶嚟持久嘅幸福嘅，因為小我永遠都唔會滿足嘅。真正嘅幸福來源係來自內心嘅平靜同埋滿足，而呢啲需要我哋學會放下對外在事物嘅執着。智者教導要學會同自己嘅真我連結，而且要培養覺察嘅能力。當我哋能夠覺察到自己嘅情緒同埋思想嘅時候咧，就唔會輕易咁俾佢控制啦。覺察嘅過程咧並唔容易嘅，但係佢咧就會令到我哋通往自由同埋幸福嘅關鍵。我哋嘅內心咧係擁有巨大嘅力量嘅，可以幫助我哋咧走出悲傷啦同埋痛苦。當我哋真正同內心嘅真我連結嘅時候咧，我哋會發現平靜、喜悅同埋愛咧，其實一直都喺我哋嘅心裏邊，只係俾我哋嘅小我好喧嘩嘅聲音咧所掩蓋。智者教導我哋，潛意識咧往往就係通過習慣啦、行為模式同埋情緒反應嚟表現嘅。培養覺察嘅能力可以幫助到我哋更深入了解潛意識，觀察情緒嘅觸發點，注意邊一啲情景令到你特別有強烈嘅情緒反應呢？呢啲情緒可能就喺潛意識中意味住你有一啲嘢咧仲未解決嘅。反思一啲慣性嘅行為，留意自己反覆進行嘅行為模式，諗下佢哋係咪源於一啲你冇察覺到嘅信念啦，或者恐懼。訓練咗自己有平靜嘅心之後，你慢慢會發現，生命中每一個挑戰呢，都係一次成長嘅契機嚟嘅。當你學會咗用智慧去面對挑戰嘅時候咧，內心嘅不安、恐懼就會用平靜同埋愛去取代。你唔再驚被拋棄，你唔再糾結喺其他人嘅行為，而係專注自己嘅內心成長。最後，你會真正領悟到，幸福並唔係來自外在嘅條件，而係來自內心嘅平靜同埋滿足。當我哋學會咗為自己嘅情緒負責，並且將注意力放咗喺內心嘅修煉嘅時候咧，我哋就能夠活出更加自由、更加幸福嘅人生。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好多謝你哋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